假如你是奥特曼人间体，那么你会 I want.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，那么大概率会被奥特曼拒绝变身，因为以下几位人间体都是因为自以为是，导致变身被奥特曼拒绝，可谓丢尽了脸面。第一位便是香秀树，在杰克奥特曼第2话特供大逆袭中，因得到了奥特曼的力量，使得香秀树也拥有了超人般的力量，在剑术、柔道以及枪械射击上远远胜过 Max 队的其余队员，以至于香秀树狂妄自大，甚至在战斗中擅自行动，导致作战计划失败，男隊员也差点殒命。此时香秀树想变身杰克解决怪兽，但杰克拒绝了他的变身。どうしたんだ？ウルトラマンになれ！どうして変身しないんだ？幸好怪兽离开两人，因此逃过一劫。可香秀树狂妄自大、不听指挥的行为被 Matt 队开除。不过细细想来，如果一位平平无奇的普通人突然间得到强大的力量，难免会自以为是、迷失自我。香秀树也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在怪兽侵略时舍命救下了被困的队员以及工人，这也因此再次得到了杰克的认可。在灭火之时也成功变身，自此香秀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 Matt 队员。第2位是飞鸟信，在戴拿第3话觉醒吧飞鸟。飞鸟因得到了戴拿的光之力量，加上其本身自信心十足、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，导致在执行任务中，一只外星生物赛克洛美特拉未被击杀，从而被其寄生到怪兽古罗西纳体内，直接威胁到了地球的安危。而飞鸟再次违背命令鲁莽行动，并且过于依赖戴拿的力量，想要变身解决战斗，但也因此导致变身失败。此时怪兽一发射线袭来，队长直接用战机挡下了这一发射线，这也使队长身受重伤。此次任务不仅给了飞鸟当头一棒，也因此遭到队友的质疑。不过通过队长舍身的教诲，飞鸟也终于明白了何为正义。作为一名胜利队员以及戴拿奥特曼所履行的职责，在随后战斗中，飞鸟奋不顾身救援队长的战机时，也终于得到光的认可，成功变身。第3位则是武藏，在高斯第3话飞霸武唱中，夜行性怪兽斯皮特鲁突然在白天出现，X 队全员出击。然而武藏在未能查明怪兽的具体情况时，脱离队伍擅作主张，不仅激怒了怪兽，还令队友的战机受损。此时武藏想变身高斯挽回局势，但无法得到高斯的回应。事后更是被风吹队员结结实实打了一拳，武藏也因此面壁思过。但通过队长的开导，武藏也开始静下心来，认真思考怪兽出现的真相，也渐渐发现了怪兽的真正意图，并且在后续任务中，武藏关键时刻勇于承担责任的表现，终于得到了高斯的认可。于是武藏再次变身高斯登场。经过此事，武藏也更加深入洞悉怪兽出现的真实原因，立志完成怪兽与人类共生、和平相处的世界。第4位则是快斗，在麦克斯第3话勇士的证明中，因得到麦克斯力量的快斗急于证明自己，急于证明麦克斯是保卫人类的勇士。在与怪兽作战中，想直接变身麦克斯战胜怪兽，因此违背作战命令，拿出变身器准备变身。队员们完全不明白他在干什么，在快斗疑惑之际，直接被怪兽的光线击中。虽然逃过了一劫，但快斗不仅被瑞希嫌弃，还被队长做停职处理。事后快斗也渐渐明白，身为 Dash 队员又身为奥特曼，与怪兽作战不是证明自己，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守护重要的东西。随着怪兽的再次出现，快斗不惜性命救下了昏迷中的队友，并且奋不顾身地在与怪兽的战斗中再次得到了麦克斯的认可，也终于成功变身。通过以上剧集的情况，你会发现都是因为主角获得奥特曼的力量后自以为是，导致奥特曼拒绝登场，但其本质都是对于人间体必不可少的历练，既强大了内心理解了责任的重量，也是与奥特曼更加契合的必要经历。也正应了那句话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